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特別勵志的故事。一提到黃仁勳，很多人馬上想到 NVIDIA 的創始人， AI 時代的領軍人物，那個總是穿着皮夾克演講超級燃的老黃。但今天的主角不是他，而是他的女兒黃敏珊 Madison Huang， 目前34歲左右，是 NVIDIA 公司 Omniverse 和物理 AI 平台的高級總監，負責把虛擬世界和現實機器人連接起来的前沿工作。近期他還公開亮相演講，分享自己的成長歷程，真的超級有啟發性。很多人以為富二代的人生就是躺平繼承家業，但黄敏珊完全不是。他從廚藝學校起步，當過廚師、侍酒師，在奢侈品行業做過營銷，最後才轉戰進入 AI 行業，並從實習生一步步幹起。這條路彎彎曲曲，卻走得特別真實，特別酷。今天我們就結合他的成長歷程，一起看看黃敏珊是怎麼一步步找到自己的路，又給我們普通人什麼啟發。黃敏珊出生在1991年前後，和哥哥 Spencer 一起在美国硅谷長大。爸爸黄仁勳創業的時候，他們還小，雖然家裡條件慢慢變好，但父母對他們的教育從來都不是給子女鋪好路，而是鼓勵他們去探索自己真正喜歡什麼。高中申請大學時，黃敏珊本来也想走安全路線，跟父母一樣申請電機相關的大學專業，申請材料都準備好了，眼看截止日期快要到了，爸爸黃仁勳卻找他認真聊了一次。那句改變他人生的話是：我不覺得你真的熱愛工程，我覺得你真正喜歡的是烹飪，你应該去做自己真心熱愛的事。就這一句話，黄敏珊當時聽了，勇氣一下子就来了。於是他撤回了所有電機專業的申請，只投了美國頂級廚藝學院 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。之後不出意外，他被成功錄取了。這件事情其實特別打動我。很多家長，尤其是亞洲家庭，容易把孩子往熱门穩定的教育和職業路上推，但黃仁勳沒有。他觀察女兒，尊重她的興趣，還鼓勵女兒走一條看起來不務正業的路。回過頭來看，這份父愛既有智慧又有信任，真的值得我們學習。進入廚藝學院後，黃敏珊開始了嚴苛的廚師訓練。她在邁阿密、紐約、舊金山灣區的餐廳廚房裡摸爬滾打，在高壓環境下練就了對細節的極致追求。這點其實和他爸爸做芯片追求完美性能的風格很像。後來他對葡萄酒產生興趣，又去法國巴黎學甜點，到倫敦 Le Cordon Bleu 進修葡萄酒美食與管理課程，還拿到了相關文憑。一路走來，他當過侍酒師，在米其林餐廳工作過，真正把美食和生活美學結合在一起。這些經歷似乎聽起來和 AI 八竿子打不着，但也恰恰培養了他跨界的能力。例如講故事、理解用戶體驗、注重細節和感官，這些能力在營銷和產品推廣上超級有用。後來他又去倫敦商學院讀 MBA， 還在 Mid-Sloan 短期學了 AI 商業策略，為之後轉行科技做了準備。仔細分析一下，我們就能發現黃敏珊的教育路徑超級非線性，從廚藝到奢侈品營銷，再到 MBA 和 AI 入門，最終進入科技公司。他的經歷告訴我們，學習不一定非得一條直線，不同領域的經驗和技能積累，會在未來某個時刻神奇的連接起來，成為你的獨特優勢。2020年疫情期間，黃敏珊以營銷實習生的身份加入 NVIDIA 的 Omniverse 部門，只幹了4個月，他就轉正成了活動營銷經理，然後一步步升到產品營銷經理、高級產品營銷經理，並在2026年3月成為了高級總監，並負責物理 AI 平台和具身智能 Embodied Intelligence 的相關營銷工作。所以他不是直接空降成為 NVIDIA 高管，而是真正從基層做起。他的哥哥 Spencer 也一樣，從實習生開始，現在負責 NVIDIA 機器人產品管理。黃仁勳自己說過，其實很多員工子女在 NVIDIA 公司工作，只要能力夠格就行，不會因為是自己的孩子，公司就會特殊對待。近期，黃敏珊在直播和演講中談到具身智能，討論怎麼讓機器人更好地連接虛擬和現實，還參與了公司很多重大活動和國際商務會面。
比如與韓國的一些高層交流，他把之前在美食和奢侈品行業中學到的創造體驗的能力，完美的用在了推廣 NVIDIA 的模擬技術和 AI 平台上。他的職業歷程特別鼓舞人心，即使我們家庭背景再好，也要腳踏實地，一步一個腳印。當然，轉行不怕晚，關鍵是要持續學習，並把曾經的經驗和技能轉化為新領域的武器。工作之外，黃敏珊生活很接地氣，他會陪爸爸媽媽回台灣吃肉粽、逛夜市，對爸爸撒嬌，家庭氛圍特別溫暖。他享受美食、旅行，也把對細節的熱愛帶到生活中。那麼，他的人生給我們的最大啟發是什麼？第一，追尋所愛比跟隨熱門潮流更重要。爸的那句話不只是對他的鼓勵，也是對所有年輕人的提醒，不要因為別人都這麼選就委屈自己。第二，非線性的人生路徑也很好。黃敏珊的人生不是直線，廚師經驗幫他懂用戶、懂細節，營銷經驗幫他講好 AI 的故事，這些彎路最後都成了他的人生財富。第三，工作要從基層做起，持續精進，即使是 NVIDIA 公主，也要從實習生開始。這份職場的謙遜和努力特別值得我們學習。第四，家庭支持的力量很重要。黃仁勳夫婦給孩子的不是捷徑，而是理解、鼓勵和價值觀。人生要敢於追求，勇於嘗試，家庭永遠第一。朋友們，黃敏珊的故事告訴我們，無論我們起點如何，真正能讓我們發光的是內心的熱情、持續的努力和跨界的智慧。不要害怕走自己的路，哪怕这條路看起來和別人的不一樣。如果你正在迷茫自己的職業方向，或者擔心孩子的前途，希望這個故事能給你一些勇氣和靈感。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想法，大家一起討論，一起加油追夢。記得按讚、關注，我們下期見。